这是加了桂花蜜糖的糖儿哦，妙善斋软娘子最新的配方。这就对了嘛。你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有意放我离开。阿母，女儿不孝，从前就总是惹您生气，现在还要让您做为难的决定。你错了。我想要的女儿，并不是一个只会听我话的木偶，而是一个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女郎。你也算经历了一些事，应该知道，外面与太夫府是两个世界。知道了外面的残酷，但你还是决定要走。要走。那你就去，但记住，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阿母，您放心，乐君和阿茂都会陪着我。阿茂也说了，一切有他。不，我说的是，你自己也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记住，无论何时，你真正能依靠的，不是父母、夫君、子女，而是你自己。快啊！再擦仔细点。萧无疑的确是冒险回京，江安王府内最多100步去，城外也一切如常。北府大军仍在边关，边关守军他不敢轻举妄动，抢婚，无非是想阻挠本王获得世家支持。这几日一直不在府中，军情紧急。无意让他到城外给我带路。瑶儿，不要紧。尔等听着，长沙王逼宫谋逆，我北府将士千里平叛。此时此刻，我儿萧无一已在宫中生擒长沙王，尔等即刻投降，否则杀无赦。铁府军回来了，这是平叛还是造反呢？世子，让他安心睡吧，今夜我就不进去了。等一下，世子，洞房花烛夜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谢家瑜，你要留我？夫君，今夜大婚，我们还没喝合卺酒呢。放心，没毒。
谢家瑜，能不能玩点新鲜的？你当我是青龙啊？萧无疑，你放开我！你这样对我，你信不信？信什么？信你爹回来把你接回去吗？哎，忙了一晚上，饭都没吃。别挣扎了，再把手给累坏了，跟一只哭鼻子的手可别怪在我头上。一只？你认识阿茂？这是阿茂贴身的玉佩，怎么会在你身上？你把阿茂怎么了？我把他给绑了，是我抢过来的。赶紧吃饭，打了一晚上不饿呀？不知道你平时爱吃什么，就去厨房随便拿了些，尝尝。我们小厨房做的杨子鲜还不错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就是突然想起来，苍儿以前最喜欢吃羊肉。不对，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我这一路好像都太顺利了。你满城搜捕，愣是没有人发现我，接着宫里就出了事，然后你入宫平叛，阿茂当上了监国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接着推。阿父说是长沙王逼宫，齐王和萧世子一同入宫平叛，陛下立阿茂为监国。可阿茂明明是想和我一起离开的，还有靖安王府的地图，那是军舆图，一看就是从军之人画的。阿茂当时给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太对劲。这地图是你画的？行啊，也不算太笨了。是你帮助我和阿茂逃跑？不对，也有可能是你假意帮助阿茂，实则呢，你把他绑入宫中，还逼他当上监国，你还……停，大壮，我看你还是别推了。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。阿茂是我的至交好友，我何必要强迫他，让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？你是阿茂的好朋友，还当殿向太后求娶我。我要是早知道你们两个事，我就……算了。冰霜剑松柏，风雨化龙吟。所以高鸿志，青云关碧岑。这首诗你听过吗？阿茂写的。那你知道他是写给谁的吗？你不会是说写给你的吧？我与他相识于微末，可比你早多了。你这个人阴险狡诈，杀人如麻，冷血好色。阿茂肯定是被你的外表骗了，所以阴险狡诈，杀人如麻。冷血好色。若不是因为他是我朋友，你不可能有机会与我这般说话。李茂成为监国，在我的意料之外，这是权宜之计。局势未稳，他走不了，你也走不了。从今夜起，你谢家瑜便是靖安王府的世子侧妃。为了礼貌，你最好给我安分一点，当好你的世子侧妃。待时机成熟，我便会安排你们见面。是走是留，都等你们见了面之后再说。夏无疑，你当真是李茂的朋友？若要我信你，
今夜带我出趟城。不，我是杀人如麻的萧无义，所以你最好给我安分一点，哪儿都不许去。世子，你吃吗？世子有所忧心。今夜太傅的出现，太让人意外了。你们是如何查到妙手公子就是设计连弩之人？九少元出事后，世子命我等速回京，办查主管军械制造的少府令。我们在魏少府的书房里发现了连弩的设计图，那张图纸上就有妙手公子的标记，于是顺藤摸瓜。是啊，这个妙手公子在健康并不难查，他一直在西月楼售卖货物，虽然没有固定摊位铺子，但他和西月楼的老板很熟。于是我们就以做生意为名，通过西月楼老板将人约出来，然后就抓住了谢家瑜。这3尺4剑的连弩是专为一位买家定制，他姓萧，单名一个胜字。但发现谢家瑜他并不知情。世子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没什么不对，只是这一切有些太顺了。太后久居深宫，他又怎么知道健康城内有一个小小的妙手公子？还知道他会设计什么，不会设计什么？这其中定有我们不知道的联系。希望不像我推测的那样吧。那属下继续查西月楼。查？太慢了。女儿，其实我觉得，萧世子和他那2个侍卫，也没有传说中那么吓人。别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，你忘了西月楼和渡口的事了？那女郎的意思是，谁知道这家伙是真是假？咱们不能掉以轻心，打起精神来。是。这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复明，也有可能就此看不见。是，你九丈原受了这么重的伤，都快瞎了，他非要折腾什么改制、什么和谈，还非要自己亲自上场。这世间哪有你这样的疯子？上次你说有一种猛药，可以医治，会很痛苦，就是在拿寿命换眼下。用吧，彼时容不得有失。等会儿，那个。你们真的不用再去外面找大夫看看吗？瑞生已是最好的大夫。来，会很难受，坚持住。针施完了，但待会儿会越来越疼。佳瑜，你随便说点什么，让世子想点别的。我能说点什么？说什么都行。那我给你讲讲我和阿茂的故事。你还是别说话了。那怎么能行？我得救你啊！我跟你讲我和阿茂第一次见面的故事吧。那个时候他可瘦了，阿父把他带到我面前跟我说，他以后就是阿父的学生。不过我那时候可不喜欢他了，因为我觉得是他抢走了我阿父，我还是更喜欢乐君。但是等他出去游学归来之后，那叫一个风度翩翩、风流倜傥、芝兰玉树。肤浅。
你懂什么？阿茂对我可好了，我偷偷溜出去玩，他就在墙角下接我。我说我喜欢吃梨花糖，他就会去为我买。我说我想看看这世界，他说他也喜欢游历天下。我觉得他就像是老天爷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人，就特地把阿茂按照我想要的样子送到我面前。总之，这个天底下没有比阿茂更好的男人。我讲完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哎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说什么？发表一下意见啊！恭喜！可惜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就嫁给阿茂了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你早就嫁给长沙王了。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。那我和阿茂还要谢谢你。大可不。我去煎药，半刻钟后回来取针。好。佳瑜，你说点让他开心的话。我和阿茂的故事不让人开心吗？我明白了，你孤家寡人一个，听到我和阿茂两情相悦的故事，内心肯定是不开心的吧？我怎么就孤家寡人了？行吧行吧，不拆穿你。你还是出去吧，我看见你头疼。你不说你看不见吗？但是怎么会头疼啊？是不是阿紫扎错了？出去。行，出去就出去。阿紫，今日市民之事需保密，我只好说是他陪我上山骑马的时候摔伤了，需休养2日。今夜世子不宜挪动，你守我守。要不你守。啊，我得再去研究研究脉案。阿紫，夏无依这脾气，我怎么照顾啊？而且我也要睡觉，我睡觉还打呼呢。世子15从军风餐露宿，过惯了苦日子的，别说打呼，打雷都无妨。醒了给点吃的喝的就行。世子很好养活的。那他喜欢吃什么？山楂糕，世子就爱吃酸的。你们俩守不行吗？世子不在，我们要替世子带领北府兵合练战术，脱不开身。世子倒下，多少也有操侍您那副马镫的缘故，你得负责呀。哎，行吧。大哥，快跑！大哥，阿娘，夏无依，像你这样的人，也会在梦中恐惧难安吗？阿娘。阿娘，大哥，不让萧大哥上战场的人，不是你吗？谢佳雨，干嘛呢？女郎，有人在门口放了一瓶药，好像是王妃。王妃，您为何不进去看看萧无依？您不想知道她伤得如何，不想知道她在梦里喊的是谁吗？无依心中藏着事情，她不想说，做父母的也不便问。从前我以为是我阿母管束严苛，后来才发现是因为关心则乱。我阿母若是知道我生病了，一定是会守在我的榻前等我醒来的。王妃，我不知道您和萧无依之间发生了什么，您为何与她疏远？但她方才在梦里，分明喊的是娘。不会喊疼的孩子不一定不疼。既然您担心她，那为何不直接告诉她呢？
我想他半夜醒来，一定想要喝一碗鸡汤。王妃，你能教教我吗？怎么还是一边厚一边薄？因为你习惯用右手，右手力道更大，左手力道更轻，自然如此。你醒了，你能看见了？我听到的。嗯。山楂糕。萧无意，除了眼瞎，你剩下4感简直通神了。还有鸡汤正在热着呢。比上次酸一些。我知道你爱吃酸的，所以没多放糖。专门给我做的。我又不爱吃山楂糕，这里又没有别人。你吃吧。左手再多敲5下试试。小薇，你神了！你光靠听就能听出来我用的是左手还是右手？你试试。右。右。右手敲左边3下，左手敲右边5下。这你都能听出来？因为你用力不均匀，左手敲右边时力道会更小一些。方才你只是敲了几下，对比还不够明显。当你双手一起，动作流畅之时，双手力道的区别就会更明显一些。战鼓声也分轻重缓急，便是如此。你为大哥新做了马镫和马鞍，皮革味道很重。是。你先别想了，来尝尝这碗汤。这是我到王妃院里挑了只最能蹦跶的老母鸡，专门让王妃给你炖的，好喝吗？我想，老王妃心中肯定是挂念你的，她应当也不会因为萧大哥的腿而恨你。你们母子心中有话，应当摊开来说，而不是在梦里问。谢佳云，你心悦于我吗？啊？我问你，你心悦于我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既然没有，那你当自己是我什么人呢？之前我警告过你的话，你都当耳旁风吗？你管我兄长的腿也就罢了，还要管我和我母亲的关系。府中上下没有人管的事，与你有何相干呢？我要你来多嘴，难不成你真想在靖安王府待一辈子吗？那我倒是可以成全。我是看你生病了，眼睛看不见不方便，不然你以为我想管你啊？我要你管吗？行，你不需要我管，都是我好心当成驴肝肺。出来！闲得没事做，就去领侍军官。诺。放下！雨郎，您别生气了。
什么地方？怎么绕来绕去还在文生院？女郎，世子不让您管，这不是正好吗？您为何这般生气？您究竟在气什么呀？我气什么？我气他好心当成驴肝肺，白瞎了我的审查稿。走吧。阿紫，世子出事了。他没出事，是我自己被他气出来了。阿紫，你是怎么忍受他的？世子表面严苛乖张，其实脾气很好的。他脾气还好。小脾气不算脾气，尤其是对身边人的小脾气。那你说说，你心目中的世子是个什么样的？霸占民女、冷落原配的大魔头？那倒也没有。之前确实是有这个误会，不过后来我看到你和袁姬阿紫在祈福书上写的话了，仔细他也不是。你已经知道一部分了，不过还有一部分，你应当不知道。你在祈福牌上看到的名字，是我的丈夫，他是世子的副将，守城而死。城破的时候，我随军从医，被敌军掳走，关了1个多月。后来，世子带着大军援至，夺回石城，找到了我。不过没多久，我发现我怀了身孕，很多人质疑我的清白，怀疑这孩子的出身。夫家、娘家都逼我为父君殉葬，不愿意承认这个孩子。世子找到我的时候，我已经半个身子都躺在冰河中了。所以你嫁给了萧无义？世子以强战之名，替我挡住了所有人的质疑和威胁。谁敢去招惹一个臭名昭著的靖安王世子呢？后来我生下子期，萧无义告诉我，可以帮我们改换身份，远离健康，平安度日，又或者留下来，子期成为萧家的孩子，而我可以像从前一样，随军做一名大夫。你选择了后者。我想离我丈夫的埋骨之处更近一些，想救更多跟他一样的人。如果你问我，世子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想，他一定是个好人。阿紫，其实真正不想让萧大哥上战场的，是老王妃吧？宁愿自己当个恶人，也不肯解释一句，真是个奇怪的人。哎，我都被你绕糊涂了。我原本是答应蕊生阿紫才来给你守夜的。我为萧大哥做马镫，是因为我不忍心看到一个有志青年因残疾而心生自卑，踌躇难行。所以无论有没有你，我都会帮他。我为你和王妃说话，是因为我听见你在梦里喊阿娘，也看见王妃偷偷将药送到门口。我知道你们母子彼此挂心，所以才多了句嘴。但行好事，为何要问缘由？再说你萧无一，哪怕没有阿茂，我也是拿你当朋友的。我虽不懂朝局，也不认同你的许多做法，但我知道，在你心中仍是为百姓。连环弩之案，你有10000个理由将罪责归在我身上，但你非但没有，还在北府将士面前为妙手证明，让我这么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。难道这样还不足以成为朋友吗？你知我决定要生死与共，都信我不退避的执着。不过这朋友吧，也不是一厢情愿的。既然你在心中不拿我当朋友，还对我这么凶，那咱们的友谊就到今夜为止。你复明之后，我们就桥归桥，路归路。
桀骜下的动容，理智我愿陪你直到最后，燃尽心中烈火，是真错。你的伤如何？无妨，吕山阿紫给我用了最好的金疮药，一点疤都不留。好像成功了。今日多谢你。谢我做甚？是你救了北秦太后一命，她若在健康出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其实我只是运气好，赌赢了。而若是你萧无疑不想做的事，谁也做不成。你早就知道我带走了袁小六，所以让青龙偃月守在西月楼外，是不是？但若非是你一再坚持，也不会是如今的局面。北秦太后，她已经答应了和谈条件。后来北秦太后告诉我，她本就不想让英王获得南翼皇室的支持，只是想见袁小六，所以才以此为交易。你说袁小六和北秦太后真的放下了吗？怎么了？一直，他想见你。瑶瑶，阿茂，伤势如何？可疼得厉害？无碍，一点皮肉伤。乐君的婚事总算是推掉了，你们兄妹二人以后也不必再分开了。当我跟你离开健康时，我再替他想想办法。阿茂，我知道你不会走，我也知道你即将迎娶崔氏女。虽然你们都不告诉我，但自从你去了崔府，我就已经知道了。瑶瑶，你恨我吗？我为什么要恨你？我有的时候在想，是不是因为我从前太孩子气了，所以无论是你还是萧无一，都不愿意告诉我实话。我一开始是有些生气，你有这样的志向，为什么从来都不同我说呢？但后来又觉得，以前总是我想要做什么，便拉着你陪我，可是我却不知道你想要什么，甚至我也不曾真正了解过你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想要保护你。我希望你这一辈子都轻松快乐的活着，永远不要看到这世间残酷的一面。瑶瑶，你可愿入宫？你是要让我做你的妃子？我是说以后，总有一日我会真正掌管权力，那个时候没有何家，没有崔家，只会有我们。我想，你可以先和萧无一和离。你知道宫中有个百器局吗？你可以去那做女官呀。你不是喜欢技巧器具吗？宫外的气躁怎么会有宫内的好呢？可是我不喜欢。阿茂，这不是我要走的路。我已经长大了，残酷的真相和虚假的幻梦，我想要前者。你只是选择了你觉得更重要的事情，
所以你不必觉得愧疚，也不必担心我。所以你还是要走。可是你从未离开过健康，又孤身一人的，这路在脚下，行至远方，方知何处是无暇。看来现在的我还是留不住你。能捡回一条命，你该庆幸。凤骨毒丹。其实今日，不只是他想杀我，我也想杀他。是鱼儿的出现，最后阻止了我。白糟践东西。鱼儿这姑娘，永远那么心向光明。热烈的叫人心中阴暗隐晦之处无处遁形，都不舍得对这个世间太坏。哼！哎，你是不是也因为如此，才喜欢上他的？上次看某人这么喝酒，还是在九丈原没有活路的时候。哼！哎，现如今他不准备走了，你和他是不是就有可能？我所剩的时间不多了。谢家瑜他本就不是我的责任，我也从未奢望过。我答应过他们，不会将他卷入到危险中来。我没同你讲过吗？我给你们两个算过，你跟他的缘分绝不止于此。那你们那是……我本就不信天命。若天命留给我的原本就不属于我，那我必要亲自。亲自啥？斩断他。斩断他！哼！回来了。你怎么还未休息？今夜月色不错。和一只都说好了。可能我们这样的燕雀，和你们这种鸿鹄，本就不是同路人吧。鸿鹄虽有志，燕雀亦有骨。谢家瑜，你很好。我决定要拜袁小六为师了，从此以后跟着他精进机关营造之术。我要走出健康，或许还要随他去你的北府呢。小无义，
袁小六的藏风炉我用着可好了，能不能让他分我一把？谁告诉你藏风炉是袁小六的了？那是谁的？我的。那你的藏风炉能不能分我一把？反正你去北京之后也就用不上了。嗯，我想想吧。这还需要想啊？想怎么就不行了？我人不在家，那家也是我的呀。像你这样斤斤计较的性子，怪不得找不到喜欢的人。我府中已有3个妻妾，已经够我烦了。我们3个人和你有1分1厘的关系，你以后再这样下去，真要熬成天煞孤星了。万一你以后牺牲了，都没人替你收尸呢。天地为幕也是义举，我不需要伴侣，更不需要弱点。我就不信你没有喜欢的人。不对不对不对，你这个眼神，你绝对有喜欢的人。他长什么样？说来听听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八卦嘛，就是跟我没关系才好问嘛。嗯。你盯着我做什么？反正比你漂亮，更比你懂事，样样都比你好。不可能，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人。你不是给袁家子写了一份和离书吗？你去北京之前也给我写一份呗。你不是不着急走吗？你要什么和离书啊？别装了，我那天都在书案上看到你的废稿了。你就好人做到底嘛。谁告诉你我是好人了？你先前不是还说什么我会从心底里嘲笑你吗？我怎么可能是好人啊？和离书给我藏哪儿去了？你刚刚和阿茂干什么去了？比剑啊。你们俩？嗯。比什么剑？那最后谁赢了？你觉得呢？你希望谁赢啊？你一个北府统帅和阿茂比射箭，那肯定是你胜之不武。我的发带呢？什么发带？刚刚在赛场上我给你遮眼睛的发带啊。扔了。扔了？谁让你把它扔了？萧逸不是说他扔了吗？没有谢娘子下楼，我这边也没有，也没有发现地牢。公子新纳的这个小妾事儿也太多了，还让我们把一根竹子劈成100根竹子，分明就是在折磨人。什么律师，我看就是忽悠公子的。你们继续勘察灵凤铺内守备，
东西给您送过来了，给您放在哪儿？你们就随便放这儿就行。妙，妙，是我。我知道是你。你怎知我来灵凤铺了？东宫使者阿大还会说话，除了你还能有谁？不过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。这里到北府怎么着也得6、7日吧？北府得了怪病，与瓜州有关。我来这里的第1日就碰到了南星，他说你让他来找我。哎，我运气真不错。都被抓到这儿了，你还运气不错呢？你是怎么骗过崔少安的？其实吧，一开始也没骗过去。既然都被你发现了，那我就跟你直说了。你可听说过昔年曹魏设立发丘中郎将，我等皆乃摸金校尉传人。啊？摸金校尉第6代传人，正是在下。啊？你不信啊？你也不想你们崔家的墓地被我们光顾吧？你爷爷的，你爹的，还是你的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这摸金校尉啊，别的没有，就是有耐心。我以后我等个180年的，我跟你说，我把你们家全挖了，全。停，小丫头，你不会当我傻吧？哎，行吧，行吧。我承认，我是看见你们家在开私矿，但这道上的规矩我懂，我这不该说的呢，我一个字儿都不往外说。但你知道咱们倒斗的，见者有份儿吧？是不是？你怎么还不信我呢？你们家矿上最近有没有人突然晕倒、暴躁，或者是癫狂？你是如何知晓的？那我知道的可多，水的问题。你想解决吗？我可以帮你。小妾，又是怎么回事？就是一个由头而已嘛。那我答应帮他制造绿水，这不是正好能拖到你来了吗？是你要南星来找我的？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一遍了？为何呀？这里明明离健康更近一些。那你不是会武功吗？你怎么了，小五爷？让我散！小五爷，你别闹了，你能中招，那我怎么一点事儿没有？你又不会武功，当然感觉不到了。果然，你们认识。你不会以为你给我掰扯那些，我真的相信了吧？我就是想看看，你到底要玩些什么花样。但你别说啊，你说的那个什么绿水，哎，我真挺心动的。这个我真没骗你，这个绿水我真的会等一下做。一个一个来，先这位，冒充东宫使者，身份肯定不一般。兄台，怎么称呼啊？小无意。久仰大名。回来，回来！连北府军都惊动了，那我凌风铺的秘密不就藏不住了吗？那就没办法了，只能杀人灭口。
话这么多呀？所以把他嘴给封上了。他身体也动不了了。这是我跟蕊生阿紫学的，把他的经脉都封锁住。现在他除了眼睛能动，其他地方都动不了。厉害！你跟蕊生学了多久啊？第一次查啊？我就看过那么一次吧。这要是扎歪了呀，可能会瘫的。哎，现在怎么办嘛？我撤了啊。等等，你知道灵峰铺的矿山在何处吗？后山。但是不知为何，他们这儿的矿工招的都是女孩。各地统计流民，只算成年男性，女孩很能掩人耳目。是啊，最多也就落一个崔家公子的好色之名。你这针能管多久啊？不知道，但我看蕊生阿紫扎的时候，那只鸡躺了一整天。那就看他的命了。走。没事吧？到底谁扶谁啊？我的走，我扶你，我扶你。走走走。走。别怕。开矿的确会死人，但是怎么会死这么多人？背负变质了，被矿水浸泡过的稻谷会瞬间发狂，失去理智，像野兽一样想要伤人。矿水的确会让人发狂，失去理智，但是伤人倒是头一次见。这矿并非普通铁矿。先出灵峰铺再说。啊！我扶你，走。将军这是要上哪儿去啊？崔女郎，原来她就是阿茂未来的妻子。飞一下，快！我准备好了。药劲儿没过呢，飞不了啊！啊！二位，跟我回去聊聊。萧无义，方才崔君所言是真的吗？我阿母是为了你才找的缺骨令。是，可以这么说。我阿母向来不参与朝局，若非有人逼迫，她不会主动涉入其中。你拿我威胁她了？没有，我从未拿你威胁过的。但这其中曲折复杂，我日后再与你解释。但我阿母就是为了我才答应你的。我以为阿母和阿父和离之后，他终于能过上自己的人生，去看他从未看过的山川湖海，去过他从没有过的恣意人生。没想到，却还是被我连累，被人利用，走到这绝处来。我还以为你在静安王府对我的那些照顾，你任我来去自由，是因为你就是一个好人。是我太蠢了。我所做的一切，从来都不是为了与君主做交易。谢佳玉，难道你一丝一毫都没有感受到吗？难道不是吗，萧无义？你从头到尾都在利用我。你一开始不知道我是谁时，就利用我平息长沙王之乱；等你知道我是谁了，就利用我的自由，用我的性命来逼迫我阿母交出缺骨令，让我阿母身陷险境。是。
都怪我。这是什么声音啊？不是人的声音。这座矿山下有条地下河，水不干净，或饮或用，就会让人精神狂躁，宛如野兽，就像他一样。你可知我阿父用多少条人命才喂出这么一只怪物吗？别挣扎了，这烛火是特制的，你的武功使不出来，交出雀骨令，否则我不介意让这个怪物会会谢家人。好，把他给我放开！太远！少爷！在这看着。少爷！他如今没什么内力，给他半炷香如何？他不需要半炷香。这么信任他，他一定会赢。少爷，少爷。太傅漏夜前来，想必是有很重要的事吧？究竟发生了何事？听过雀骨令吗？血骨出，天下定。大业人谁没有听过这样的传言？这是百姓心中的寄托。如果文熙皇后真有雀骨令流传于世呢？而云昭身为其闺中密友，崔俊身为其兄，他们二人最有可能成为文熙皇后托付信任之人。即便这雀骨令确有其事，可北秦人当年早就将文熙太子斩草除根，他们那群人空有雀骨令，却没有文熙太子，对我哥哥根本就造不成威胁。贤忠，容我告诉你，你哥哥根本不是大业血脉的。太傅慎言。云昭早就怀疑齐王的身世，他此番去瓜州，恐怕就是要用自己手上的雀骨令，去号令其他持令之人，重新扶持立业宗室。怎么可能？我哥哥他怎么可能？你此番去瓜州，名义上是去迎亲，实际上是要配合萧世子捉拿崔氏。记住，除了剿灭崔氏之外，绝对不能让雀骨令落入萧无一的手上，绝对不能让云昭毁了齐王的未来。阿兄，
衣服缝好了，你有时间了就试一下。友军，把这个带上。这香囊还是当年阿娘亲手为你缝的。听说瓜州怪病肆虐，里边有匕首莲，有驱毒之效。此物既是阿娘所做，想必能护你一路平安。哥哥真是傻子，都过了这么多年了，药效早就没了。哥哥就是哥哥，我所认识的哥哥，就是和我一起相依为命的李梦。什么？兄长放心，臣妹此行定不负兄长所托，捉拿崔氏归案，平安归来。你方才故意激将我，就是想让我替你杀了他吧？我早看那个畜生不爽了。你对你爹的所作所为不满，但你又不敢反抗，所以只能拿我和萧无一做法子。我爹为了血骨令，什么都能干得出来。我总要看看你们到底有什么决心和能力，敢跟我爹对着干吧？萧无一，你的人什么时候到？不想说没关系，只要有援兵就行。这洞外都是我阿父的人，援军未至，最好不要轻易行动。我会把外面的蜡烛都撤掉，这是我唯一能帮你们的了。等等，这是你阿子生前托我转交给你的。若明日此举不成，我必遭杀身之祸，请将此信交予我阿弟。你们若要行动，最好把底下的人都救出来。你的援兵什么时候到？青龙偃月会给信儿的，放心吧，一定会先保证郡主和袁小六的安全。那先休息吧，养精蓄锐。一念心动，只只一眼，这瞬间，牵动命运之中的线，已相连。共赴岁月，唯美的安宁处在你身边，以灵魂相见。你别多想，我是怕你伤势太重，别到时候死在这儿。你知我决定将生死与共，笃信我不退避的执着。你知我拼一生万古磊落，不言弃不闪躲，是真如错。
不是为了郡主给我的却骨令才对你好的。我和郡主一样，都希望你自由快乐的活着。佳玉，小无意，你确定你能把那些人都救出来吗？我能。说大话！你信我，我就能。我相信你。痴诚如错。世子，他没事吧？女郎这是睡着了。世子小声些，女郎好不容易才睡着。女郎熬了好几日，世子为和蕊夫人担心女郎大病初愈，身子熬不住。刚才世子妃端了碗安神汤来，骗女郎说是参汤喝下了，眼下终于是睡着了。在这里睡怎么能行？我抱她回去休息。回哪儿去啊？女郎。看来咱俩的赌约胜负已分，我要赢了。不对吧？我记得是我赌他俩，能成？你跟你夫君打赌总赢，是因为你输了就耍赖吧？我没有啊。成，耍赖也可以，学文或是学医，要不让子期都学吧？我觉得可以。哦，对了，你不是说世子给佳玉妹妹取熊胆受伤了吗？那她现在能抱人吗？放心吧，她不疼。也是。你说青龙喜欢的是偃月还是南星啊？我赌是偃月。还赌啊？代价为何？是你知我不负承诺，将信念的痕迹重合。这一程有多长，我只愿与你同往，哪怕生死之间走一趟，不能忘。就让我奔赴你的方向，是属于我的守望。一生匆匆，却唯独你与我炙热的天光。就让我燃烧一
为缺骨令和我阿母的不一样。不在他这儿，那么为什么松了口气？郡主的缺骨令不在我的手上，不是我杀的郡主，是别人，是谁呢？谢家玉，你这么聪明，心中早有猜想了吧？除了我在郡主身边的，能下手的，有理由下手的，你心中还剩下几个嫌疑人？不是我，就只能是他，或是他们。你该愤怒，或生气，或疑惑，但你为何偏偏松了口气呢？你不希望是我，是不是？瑶瑶，你为什么不希望呢？夏无义，你还没有完全洗清嫌疑。你既然早知我目的，完全可以把我阿母的缺骨令藏在别的地方。你若怀疑是我，可随时取我性命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若我想此刻向你告白，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个疯子？你就是个疯子。谢家玉，我心悦于你。我知道郡主于你而言的意义，我不会伤害我心上人的母亲，绝不会。情深几许无息，夜里是未解，凭此生不可作别。如梦啊，一刻入心间，寸寸相思牵扯不可说的谎言。受伤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记得在凌风铺的时候没有这个，什么？漫漫流年，情字生结为情所愿，偏揽书中情话得来终却浅。缓缓岁月，执手相拥，写作誓言，莫问归路，只求余生能与你并肩。一世一人，不负拍手为情所愿，皆如情之所愿，等来终得见。朝朝暮暮，只是一人岁岁年年，执手历尽烟火人世间，执手历尽烟火人世间。阿母，你若是在天有灵，就请保佑女儿早日找到凶手吧。有人出手了。谁？阿兄，我们去叫阿爹吧。对啊，我们去找阿爹。
弹劾你的折子快堆满御史台了，你还压着崔俊不交啊？囚车在赶路呢，下雨了，滑坡，山路走得慢。你别跟我扯，我早就知道崔俊到了健康，只不过被你秘密关押起来。交不交出崔俊，世家弹劾我的奏折都不会少。崔氏案你只是人证，顺便押送崔氏罪囚。到了健康，你就得提交到大理寺。难不成你真想私吞雀谷令和崔家矿产？郡主的死真跟你没关系？哥，这不是我说的，是如今在朝堂中有所传言，说郡主的死并非意外，而是你为了夺令蓄意谋害。你若再不上交崔俊，恐怕再过几日，谣言会更加离谱，世家虎视眈眈，就怕揪不住你的错处呢。崔俊还没有交代出破解雀谷令的办法，还不能交。颜月说，无论是祝由催眠还是毒药刑法，他都没有开口。北秦太后培养出的暗探，果真是个人物。怎么你来报？颜月呢？哦，怎么了？世子，怎么回事？谢娘子说要勤加习武，哪怕是校期亦不可懈怠。早膳用了多少？未曾。谢娘子听闻世子早起练功时是空腹，便也执意如此。胡闹！佳玉，佳玉，你想饿死是不是？发生何事？没什么事儿。来，习武非一日之功，你若真心想练习是好事，但也需循序渐进，而非一日千里，知道吗？我只是想给身体找点事儿做，好让我的脑子停下来。谢佳玉，别再糟蹋自己了。你不是说你心悦于我吗？那替我杀人也可以吗？郡主刚刚去了，但你若不能让自己精神起来，没有人可以对你的人生负责任。你也不行吗？我可以替你杀人，但我无法替你迈过眼前。你已经知道是谁动的手了，是不是？不好了，世子，崔俊被人劫走了。什么？劫走他的人还在墙上落款说，奉的是文熙太子之命。不可能！这几日你别出府，知道吗？女郎，这些都是世子安排的。世子说，虽与女郎并非真夫妻，但礼法在先，郡主也算是他半个长辈。守丧之时，府里也该尽一份心意。全府上下已为主母服丧之礼，穿孝服，已经禀告过王妃，王妃也同意了。只是奇怪，世子既然有这份心，为何之前不派呢？之前是怕我不喜，今日又不怕了，为何？我心悦于你。女郎，奴婢觉得不像是世子做的。我知道不是他做的，是有人想让我认为他是为了缺谷令而下的毒手。文熙太子是天下人的希望，如今缺谷令出，文熙太子自然应当显示。乐君，你在此处做什么呢？正要教你用晚膳呢。啊！
我耳坠掉了，就出来寻一寻。那找到了吗？啊。不过萧无疑和我阿母的确有事瞒着我，而我阿母的死也与之有关。一切都是因文熙太子而起。经过今日一事，也可以确定崔俊不是被谢太傅劫走的，否则他不会因为我阿母的一封信与我做交易。崔俊若是在他那儿，他想要知道安禄之案的真相，可以直接拷问他。知道你的小脑袋比从前好用很多，但他现在需要休息了，别想了。好吃。从前行军时只能吃饼或者肉干，偶尔寻得野菜，便能解解馋。如今你胃口不好，守孝也不能吃荤，不如先尝尝这个。我以前也吃过野菜饼，就是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。青龙肯定不会做，你替我谢谢颜月阿紫。好。你是文熙太子，按照血缘关系来说的话，你应该才算是我阿母在这个世上最亲近之人。文熙帝是我阿母兄长，你应该叫我阿母一声姑姑。但比起我，你虽非郡主所生，但却是他真正的家人。哪用得着你说？亲缘只是人的来处，但并非归处。因皇室威压得来的婚姻，又为了连接世家与宗室，不得不为之，终究蹉跎了郡主和太傅的半生。希望你此番能为郡主求得自在吧。你倒是说的头头是道，自己也没好到哪儿去。什么？我说，如果没有人证，怎么能让杀害我阿母的凶手伏法呢？不是都在传我为了夺雀骨令杀了郡主吗？不。南星，把我那把短刀拿出来吧。女郎，可那个是郡主留给您防身的呀。穷呀！你把这些拿去外面问问价，差不多就全当了。剩下的我再想想办法。若是把妙手抵了，好像也差不多了。世子当真不肯接吗？那也太抠了。堂堂北府统帅，他不是才抄了崔家的矿吗？那也是替朝廷封的，不是萧氏私产。不过我也没想到，萧无疑连5000两都不肯借我。我以为他至少……谢家玉，我心悦于你。说什么心悦于我？罢了，人生还得靠自己。原架子，这王府借你的，你尽管挑中意的地方安置郡主。世子这些年南征北战，自己用钱的地方虽然不多，但是北府开销巨大，他那些俸禄都投到军中去了。建安王府的用度都是我和王妃在支应着，实在指望不上世子和王爷。我掌管着建安王府的账目，
世子确实囊中羞涩，可向妹妹坦诚。那这些银子是？世子有一匹汗血宝马，听说是他第一次打了胜仗时王爷送的。那马血统纯正，价值连城。前几日我看着青龙把它牵出去给卖了，还有些田契铺子，加在一起就攒了这么多。世子连我一并瞒着，只让我把钱送过来。你知道近1年府里挂在世子名下最大的2笔开支是什么吗？是吗？第一笔是你与世子的婚礼，一场注定被毁掉的假婚礼。那假戏总得做得逼真才能让人信吧？第2笔是你入府之后重修这藏风炉，这里原本只是一个安置杂物的空屋，废弃多年了。你没发现啊？外面那炉子也是重修的吗？怪不得和我家里的这么像。夏无一，你的马卖了，利息却没拿走。这个青龙，可我想要的不是这个。你想要什么？不告诉你，我不想让你觉得这是个交易。怎么了？从前阿母就不带我入宫，她说宫里没什么好玩的。今日是我第一次来，确实没什么好玩的。我以后再也不想来了。好，那就不来。崔军的那枚雀骨令，你就这么给出去了？怕什么？我既然敢给出去，就拿得回来。先把崔家的矿拿到手。回家。知道捉拿李乐君之后，才为郡主下葬，是对郡主的承诺吗？你说人死之后，魂魄是否真的存在？他会知道的。只要你相信，他便存在，也会知道。你便是这样纪念你的父皇母后的。我说错了。我从未见过他们，但也会好奇，就像是你听话本子，你也会想故事里的那个人与自己有哪些关联。但这世上之事，没有亲身经历，便无法感同身受，所以谈不上纪念。是萧家给了我所有，我手中的权力，所守的志向，所念的情谊，所背负的使命，或荣或辱，这些都与文熙太子无关。寻找雀骨令也是为了他背后的矿藏能造出火棘离，为大业所用。我所选的路，从来就不在庙堂之上。我只想做萧无疑。那夜，你看到我与郡主争吵，说的便是这些。我从未想过连累郡主。七月无疑，
与此同跑。我懂了，怪不得阿母说你取了一个好名字。可现在崔家倒去，我阿母已故，活着的只有萧家。你执掌北府兵，靖安王府会更受忌惮，你的身份恐怕也藏不住了。要怕，应该是他们怕我会承认我是文熙太子吧。世子弟弟，谢家姨母，你们回来了。今天做了姨母最爱吃的野菜饼。你的乌金剑我收下了，但其实我还有更想要的。你想要什么？你的勇气。勇气。善良心软，并不是你的错。不要因为曾经被背叛，就彻底失去相信别人的勇气。你还有新的朋友，也会有新的家。其实，在入凌风铺之前，我并不曾见过真正的疾苦。我在谢家长大，得阿母养育，只是婚嫁不自由，便以为自己饱受束缚。后来才明白，这世上不存在真正的采菊东篱，悠然南山。师父曾问我，江湖在哪儿？天涯又在哪儿？如今我明白了。古来乱世皆如此，宴乐之下皆血泪。能活着已是不易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依然相信。我也答应你，会帮你破解雀骨令的秘密，找出雀骨令和矿藏之间的关联。我也会帮你造出火击力。你知道你的承诺意味着什么吗？善良不是错误，但没有力量的善良，不比软弱好多少。于一人如此，于一国也是如此。大业需要北府，否则和平就是空谈。而北府也需要火麒麟来震慑外敌，亦或是世家。哪怕它可能会带来无法控制的能量。既然言语苍白，那我们就用力量震慑。萧无言，让我做你最坚强的后盾。我与你同路。拉住你的手掌，光阴距离不可阻挡，两颗心同去同归，至天荒。就让我燃烧一生勇往，拉住你的手掌，光阴距离不可阻挡，两颗心同去同归，至天荒。萧世子，太后这是生气了，不仅是因为您今日剑指齐王，破坏了为臣的规矩，更是因为您和谢娘子犯了欺君之罪。哪儿来的欺君？谢娘子，
齐王殿下已经交出了第3枚雀骨令，他那一枚正是李乐君从郡主那儿拿来的。那宫宴那日出现的雀骨令又是哪儿来的呢？您和萧世子为了捉拿凶手，连太后都敢利用，这难道不是欺君吗？萧无一，你可知罪？禀太后，那日的雀骨令的确是文熙皇后授予臣父，再传给臣。为揪出凶手，臣利用太后，臣认罪。但谢家玉为母心切，并无恶意，所成冤情也非诬告，还请太后开恩，臣愿替谢氏一并领罪。好一个情深意重，那吾就顺了你的意。他的板子你也一并领了吧。谢太后。不行，我也要认罪，咱俩一人一半，你一个人挨打算怎么回事？来吧，行刑。萧无一，谢娘子，你要是阻拦，就不只是欺君，还有抗旨。继续。萧无一，不要！不要！你可知何为君臣？你本是君，你若不做这个文熙太子，不做建康宫的那把椅子，一辈子为臣，纵然手握北府，也一辈子受人忌惮，做任何事都会受人掣肘。坐上那把椅子，就能够不受掣肘了吗？世家掌兵，无论是谁坐到那个位置，都必受掣肘，所以我才会建立北府，建立一支不属于世家的军队。我要源源不断的寒门都有施展立足的空间，即便是世家永远无法被真的遏制，我也要为大义的朝局引入活水。我要做的事情有很多，但我所剩的时间不多。什么意思？九丈原，我受了伤，与寿数有损，老天没能给我更多的时间。天命于25年前就不在我所求的也不是那把椅子。我若不想要一个身死道消的北府令，就必须要做更多的事，而不仅仅是站在那高台之上与世家周旋。你相信齐王，愿意扶持齐王？或许他作为谢家瑜的丈夫，不够让郡主满意，但我知他心中有知。若有一天，你发现他不配呢？你日后行事能不能稍微顾及一些自己？今日竟然敢当众对着阿茂拉弓射箭，你心疼阿茂了？我没同你玩笑。我也没同你。从前，我听说过许多你的传言，因为这些传言，我在入府之初十分惧怕你，怀疑你。若非后来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么多事，我也不会重新认识你。
也不会心悦于你。说什么？我说，夏无疑，我心悦于你。若只是同路人，路行岔口，还是要分离。夏无疑，我不仅想与你同路，我更想与你同轨。所以你日后行事，可否能稍稍顾及自身？若你有个好名声，哪怕你日后做了坏事，别人也不信，那岂不是更容易成事？你看看太傅，多会骗人。别人都说你聪明，我怎么就觉得你傻呢？朝堂之上，总有人唱白脸，有人唱红脸。我已经选一张很好的红脸，我不介意再唱一张白脸。那你可曾想过自己的结局？我虽不爱看书，但也看过不少话本子。像你这样爱唱白脸的臣子，古往今来可没什么好下场。是，所以我不敢奢望留你在我身边。若我非要留下来呢？你能不能顾惜些自己？你让我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，你也答应过我阿母护我周全。可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只不过是安排180个护卫。若日后你或是萧家出事，便护送我离开，对不对？我不要这样的依靠。那你想要什么？若我不想做萧大魔头的夫人，想做英雄的夫人呢？我要你长命百岁，现世安稳，清白传家，名满天下。你这是在为难我。没错，我偏要为难你。你听不听？就让我奔赴你的方向，是属于我的守望。一生匆匆，却唯独你与我炙热的天光。就让我燃烧一生愿望，也拉住你的手掌。那我也答应你了，偏爱你，相信你，以后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。就让我燃烧一生愿
练级程度，无论将来谁再来抢，我都绝不会再放你走。拉住你的手掌，光阴距离不可阻挡，两颗心同去同归，至天荒。夏无义，你要学会索取。一念心动，只只一眼，这瞬间。夏无义，你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那就好。你真是喝醉了你。我没有，我还有年礼要送给你呢。怎么样？理解我，决定就生死与共，笃信我，不退避的执着。理解我，拼一生顽固磊落，我眼睛不闪躲。理解我，有始有终。我的妙手可是很赚钱的，我就把它赎回来。你要上战场，就要配最好的马，还能带你回家呢。燃尽心中烈火。瑶瑶，只讲不错。我会努力陪你过每个新年。等等，不带这个。古有个和田白玉的玉冠，是夭夭送给我的。今日是他册封的大日子，我想戴那个冠礼。诺。摆驾，静安王府。太傅，您听说了吗？梁道出大事情了。萧家贪污挪用修取款，用泥沙冲河沙，导致粮道坍塌，徭役死伤近百。县尉已经悬梁自尽，眼下愤民以至健康。今日来了很多人啊！是啊，恭喜恭喜恭喜啊！请。今日怎么来了这么多官吏的官眷呢？恭喜恭喜！是不是你叫的？怎么会是我？肯定是五一啊！也不是我呀，那是……哎呀，爹，您别操心了，五一难得摆排场，大家不得撑撑场面？齐王殿下到！殿下，殿下，恭喜！没做过记事吧？哎，殿下来的正好。多谢。从今往后，你我之间再无兄弟，只有君臣。何人擂鼓？这是有大冤情啊！
有人敲登闻鼓。登闻鼓，民有大冤，敌军来犯，敲登闻鼓。但凡敢敲响这冤鼓之人，无论上告是真是假，都要先受30大杖，以证明自己并非诬告。那岂不是非死即伤？所以，若非真有冤情，谁都不会自寻死路。近日朝中定有大事发生。开始了。大人，你们这是要状告何人？要状告为府主帅靖安王世子萧如意、靖安王府2道奸凶萧瑶。大人，为我们伸冤呐！吉时到！请监国齐王殿下授靖安王世子妃册宝，宣册封旨意。报！罪犯萧无义、萧瑶何在？臣参见殿下，下官此次来，并非有意破坏世子妃的册封礼，只是登闻鼓响，依大业律例，需即刻扣押首犯萧世子及萧大公子。两位得罪了。放肆！今日册封礼，我看谁敢拿人？我廷尉府拿人，从来不会无凭无据。可惜粮道垮塌，死伤过千，民怨沸腾。据查，县令魏敏是世子亲手提拔的寒门，在他的家中搜出了与世子和大公子多年往来的书信及黄金1000两，更是从信中查出萧氏贪污修取款、以权谋私的证据。廷尉，儿子有罪，当爹的也应该有罪吧？抓他们俩可以，但是必须带上我。我看你们谁敢！将靖安王、靖安王世子、大公子一并押入大理寺。臣领旨。命3司派员前往粮道彻查此案，若有冤，本王替他们做主；若无冤，本王也绝不允许任何人逍遥法外。靖安王得罪了，世子，请吧。别担心，我会回来。请殿下赐册宝。请殿下加礼。萧世子如此气定神闲，是笃定不会被下官拿到实证吗？王府有本账册，记录了曾经想要向本世子行贿的各路官员名单。我已将名录抄录送入东宫，如今名录的底稿
交给廷尉。若真有此策，方才为何不说？今日大庭广众之下，登闻古迹象，廷尉也是受民心所托而来，是真是假，都要大理寺走一遭才能服众。不来，伤的是廷尉之名；而我来，赌的是廷尉的能力。如此说来，我还要感谢世子才对。还有一事，望廷尉斟酌。世子请讲。素闻廷尉酷烈不阿，而我复年迈，我兄长腿疾甚重，熬不住刑罚。况且监修粮道所有政令皆是我下达的，严刑拷问，我愿替父兄领受。小武艺，你不用护我，我敢进来就不怕刑讯。年什么迈呀？我比他们俩都硬朗，要问问我。诸位放心，若查出此事乃是诬陷，下官一定会还靖安王府一个清白。我既入狱，就是想看一看，那背后之人到底想做到什么程度。小巫医，你骗人！你明明能看得见。这叫听声辨位。这2年我一直在练习，早晚有一天我会看不到，总不能一点准备都没有吧？松手，让我起来。你松手！小巫医，血瘀会越来越严重的事，2年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不仁，打算半路便丢下我，你不怕我反悔吗？那你还能退婚不成？反正和离书已经被你给烧了。你怎么哭了？这血瘀之症无法医治，即便是我告诉你，也只是徒增你的烦恼。可你若是早点告诉我，这2年我便不会离开你，我也不会没心没肺的，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时间。好了好了，这2年，你跟随矿藏图寻矿，行万里路，见天地，见众生，将妙手开遍大业，助百姓民生。你可还畅快高兴？你高兴快乐才最重要。小如意，我告诉你，这和离书啊，我还没烧完呢，还剩一半。你要是以后再有什么事瞒着我，不告诉我，这世子妃谁爱当谁当，我不当。还想骗我？想反悔？我图纸，小武姨，你根本就能看得见。看不见。子期，你听阿娘的话，以
以后若是碰到像世子爹爹这样的人啊，就离他远一些，免得砸了自己的招牌。世子爹爹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为了哄女郎开心，把绝症说成风寒，不知保养，心里没半点数的人。可是阿娘，我以后不想学医。那你想学什么？我想学下毒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还想学家于姨母的机关之术，若是能将二者结合，定然威力甚大。我那日还看见……哎，阿娘，属下留情。段子期，你给我回来！你以后少跟你家于姨母混，她那炼丹炉，你要是碰一下，老娘剁了你的手！你看看，你都教了子期什么？明明是你不肯松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为你做的路障，里面有机关，不用的时候就可收进袖内。不过你已学会听声辨位了，我看你也不学。哎，谁说我不要？谢家云，其实我在狱中写的合理书是假的，我从未想过要与你合理。我知道2年前，蕊生告诉我，有一种法子可以清除我的血瘀，但风险极大。若是失败了，我可能随时就会丢掉性命。但为了改制，我放弃冒险。对不起，你说我自私也好，无耻也罢，即便是我知道我注定要辜负你，我也绝不会放你走。若蕊生阿紫知道你不好好休息，还流眼泪，又敢骂我了？他不敢，你可是我的世子妃。我从小就失去了亲生父母，阿母、太傅、乐君和阿茂，也都一个一个离开了我。我这一生，好像一直在学习如何与人告别。所以你别担心，我很擅长与人说再见的。就算真的有那一天，你离开了我，我最多也就为你哭1个月吧，不，3个月。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，便不算你违背承诺，可以吗？说说看。3年也好，5年也罢，从今日起，忘记蕊生阿紫给你的期限，任何时候，只要你想着我还在等你，你能不能为了我多撑1刻是1刻？我们能一起走多远就走多远。我只要你尽力，我也尽力，我便不算你辜负了。这3个月太短了，真的太短了。3年好不好？我死后3年，你不忘了我好不好？你就不能说你再努力一点，争取不死吗？好。放心，世子虽然不惜命，但我这个大夫还是很在乎招牌的。我会尽我所能，让他活下来。多谢阿紫。好在如今有你，
我的胜算反而还大一些。可他已经拖了这么久了。生命是很神奇的，有时候求生之志比什么都重要。曾经我眼中的北府统帅萧无一，更像是一件冰冷的兵器，是没有生命的。他几乎为这天下付出一切，明明是天下为己任，但却好似从未留恋过这天地间的一草一木。直到遇见你，有志之人贪生，殉道之人求死。佳玉，你一定要拉住他，